老爷子果然没说错，这城里的就是比村里的大。臭流氓，叫什么呢你？还看？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！你是不是最近心脏不太舒服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医生？我不是医生，但是呢，我会医术。这样，美女，你别紧张啊，你把手拿下来，我帮你瞧瞧。我管你是什么，你让开，不然我喊人了啊！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感觉胸没那么闷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当然是因为他了。不可能，这是我闺蜜送我的，早知道是开过光的，对身心有好处。真是个好闺蜜呀！你要继续带着她，不出3天必死无疑，信不信由你。哎，神经病吧你！美女，你有血光之灾呀！啊，那我会有多少血？多大的灾啊？血起码得浸湿5、6张姨妈巾那么多呀，美女，你可得注意了。哎呦，这怎么拧上耳朵呢？这，小姨，小姨你看，哎呀，这些东西城里都有，你带这些来干嘛？城里是有，但是不健康啊。你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必须得好好补一补。行了，东西我收下了。这里是5000块钱，你拿回家，一会儿没车了。谁说我要回家了？你还不走啦？你以为我愿意待这儿啊？老头子非要让我过来照顾你呀？我没听错吧？你照顾我？那可不，我妈说了，老头子偏心，天天念叨你，说我一个亲生的都不如你这个路边捡来的，说你一个人在城里不安全，所以非得让我过来照顾。说的好像你不是捡来的一样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咱这天可就没法聊了啊，小姨。小姨，你这儿也不大呀。没你刚遇到那个女人大是不是？确实是。啊？哎，不是，你都把我带跑偏了，小姨。我说的是房子，你不是说你都要换别墅了吗？就这。哎，快换了，快换了，我都不着急，你急什么呀？我能不着急吗？就一张床，你让我晚上睡哪儿啊？你还要睡在我这儿？不是吧，小姨？难不成你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外边睡大街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挤挤就挤挤吧，我一个大男人是不会嫌弃你的。小姨，来喝热水。来大姨妈呢，就要多喝热水。算你小子有良心。小姨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城里叫做什么来着？哦，叫做卫生巾。小姨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卫生巾用了多种草药晾晒制作而成，你用了之后肯定不会得任何的妇科疾病。子阳凡，我可是你小姨。是啊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也没比我大2岁嘛，所以咱俩属于同一个人，你更没必要害羞了。子阳凡，你还敢说？小姨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赶紧洗洗睡吧，明天给你安排工作。好吧。张总好。好，张总好。早。小李，这是新人，他叫杨凡，你带一带他。好的。另外，咱们大半个月没出单了，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还有10天就该交房租了，再不出单，我这些年的努力都全没了。别说是半个月了，就算是半年，你们也别想出一单。黄明江，这里是阳光房产，你的嘉禾房产在对面呢。
还有，阳光房产出不出单，跟你黄总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不是来看你的吗？再说了，什么叫走错门了呀？又怎么和我没关系？小柔啊，我对你的心思你懂的。我不懂。这么说，我让你做我女人的事儿，你确定不答应？哎，你谁呀？黄明江，你想找小三，千万别出去。江小柔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说话要负责的。你们阳光房产有的房源，我家和都有，而且我家和还有更好的。关键的是，我家和收的中介费还比你们阳光低了0.5个点。你们拿什么开单？靠着每个月2000块钱的基本工资生活，喝西北风吗？况且啊，你们一直不出单，他江小柔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？告诉你们，他现在啊，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江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上个月工资拖欠了1个星期，这个月不会该没有了吧？江总，您得给我们个说法呀！黄明江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各位，有谁愿意跳槽吗？我黄明江承诺啊，在他原有的薪资基础上再提20%，并且入职头1个月开的单，所有的中介费全部都发。有愿意跳槽的吗？有愿意跳槽的吗？那我也愿意。江总，对不起了。那算我一个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各位，直接到对面报到就行了。啊！别走，你们别走！江小柔，这后果你承担得起。我让你做我的女人，那是给你脸了。既然你不要脸，我就让你的轻舟都混不下去。你个王八蛋，敢欺负我小爷，我弄死你信不信？黄明江，你为什么这么欺负人？乡巴佬，还想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盘上，还没有人敢招惹。我黄明江一句话，就能让你们在城里边混不下去。江小柔，这就是你忤逆我的下场。现在后可得办，你立马跪下来，答应做我的女人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。王八蛋，我真的是死也不会答应你的。小凡，看来我们真的要回农村了，都怪小姨没能力。嗨，多大点事儿啊，看把你哭的，不就是单子出不来吗？小野，你瞧着看啊，我让你单子多到数不过来。你真的有办法？那是自然。小子，你一个乡巴佬臭土鳖，你能出单？相反，你一直在山里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们还是收拾东西回家吧。放心吧，小爷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出单。你呀，还是滚回乡里边去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要是能出单呀，我跪下来叫你爸。别说出单了，你看这么半天了，有一个客户。你这个逆子呀，我收定了，等着叫爸爸吧。杨凡，杨凡，你搬桌子干什么？我们又带不走。这个大门呢是财气的进出口，门直接对着桌子，就会形成门冲煞，有生意才怪。你在说什么？椅子无靠就会被人受欺负，得有靠山，知道吧？椅子靠个墙就有靠山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花了不少钱的。这个塑料花呢是死物，会影响财气的运转。你大学不去读，非要在山里学什么玄学，这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啊？没错，这个就叫做风水之术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小爷爷，你就安心等着人上门吧。乡巴佬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以为随便搬个桌子、挪个椅子、扔个假花，就能有客户登门啊？装神弄鬼，你也要装得像一点啊！你这真的是贻笑大方，你笑死爷了呀！啊，
你这要是有客户能来，太阳就能打西边出来。那如果有客户登门，又当如何？这样吧，咱俩打个赌，1分钟之内马上有人登门。1分钟，有意思啊！打赌是吧？好，要是1分钟之内有客户登门，我跪下给你道歉；要是没有，赖小柔，你就答应做我的女人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杨帆，你怎么可以？放心吧，小姨，1分钟之后，不但有人上门，而且立刻就会下单，你就等好吧啊！杨帆，我知道你想安慰小姨，但是你这说的也太离谱了，怎么可能1分钟呢？我们都半个月没有出单了。3、2、1。我来买房，怎么没人招呼我呀？先生你好，您请坐。你们公司就你们3个人啊？不是啊，就他们2人，我不是这里的员工，我是隔壁嘉禾房产的老板。这个，先生，请问您想要看什么样类型的房子？就你们门口挂的那个幸福里小区，可以看房吗？那个啊，可以的，幸福里小区18号楼802，我随时可以带您去看房。行。那个我还有点事儿啊，那我们约在下午2点看房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先生，那我们下午2点见。行，下午见。杨帆，真的有客户来了。怎么样，小姨？我这一番操作是不是有效果？风水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玄学虽然它看不着，但是是真实存在的。一个小小的物件随意摆放，就有可能影响气场，就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性事件的发生。你看，我刚才经过我的调整，马上就有人来登门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小姨，你就等着收钱吧，好吗？这才哪当哪呀！你这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你吹什么牛逼呢？还风水术？你懂个屁的风水！哎，对了，你与我的赌约该实现了吧？该跪下跟我道歉了。你想让我跪下跟你道歉？门儿都没有！来了客户又怎么样啊？你还不是卖不出去，出不了单。黄明教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给我出去！给脸不要脸！给我跪下！哼，我说什么吧？你不跪下道歉，老天爷都不让你走。我等着你们。对，幸福里小区18号楼802那套有问题的房子。好呀，江小柔，有我黄明江在，你这一单就别想做成。徐先生，这就是18号楼了，我带您上去看房。江小柔，干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呀，徐先生啊就要被你给欺骗了。在胡说什么呀？徐先生啊，这18号楼802那套房子千万不能买，会死人的。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行吗？我黄梅香做中介10几年啊，怎么可能乱说？哎，徐先生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18号楼802那套房子啊，非常的邪乎，先后入住了2家人，啊，都出了大问题。哦，怎么说？这第一户人啊是开火锅店，这本来呀生意挺红火，结果入住不到半年，这火锅店啊就面临着亏损倒闭。结果人家找了一大师一问，说是这房子的问题，果断就把这房子给卖了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火锅店的生意啊直接就好起来了，听说啊还开了分店呢。这接手那套房的人啊姓陈，入住2年后，陈先生呀就出了意外，半身不遂。他老婆公司倒闭了，失业，这孩子啊犯了事儿，进了监狱。这陈太太啊受不了刺激，得了精神病。陈先生最后啊也选择了自寻短见。哎呀，您说这本来美好的一家人呀，这就是为什么那套房子啊它低于市场价30万的原因。徐先生啊，这一套房子可千万不能要啊！这么玄乎呢？我句句属实呀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刘先生
是我们青州有名的风水大师。我呢，刚刚聘请他成为我公司的风水顾问。如果说您信得过我的话，我一定找到更好的房源。有刘大师坐镇，我保证让您找到满意的房子。您又何必拿自己的命去冒险呢？我乃悬空派门下师承郑云德老先生，这要我出手帮您买到风水绝佳的房子。郑云德郑老，那个声名显赫的风水大师，正是，原来是郑老的传人啊！失敬失敬啊！是好是。哎，你看这，黄明江，请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。你想抢我的客户，你没必要这样吧？是你自己没有搞清楚那套房子的状况，怪谁呢？要不是我呀，徐先生就要被你给蒙骗了。徐先生，这房子有没有问题呢？不是靠一张嘴乱说的，所以咱们还是亲自去看一看吧。那房子一进去就让人感到烦躁、憋闷，极为不适。有什么好看的呢？都到门口了，也不差这几步路。您说呢，徐先生？那个来都来了，去看一下吧。徐先生，如果说您执意要去看那套房子的话，请允许我们一起。有刘大师在，也能保证你毫发无伤吧？行，那就一起吧。徐先生，请。这什么鬼房子啊！好阴冷啊，呼吸的感觉不畅了，难受啊！这你把这个房子卖给徐先生，你是何居心？徐先生，我都说过了，这个房子那风水有大问题。刘大师，您看这个房子是有什么问题？不好啊，是破气局。什么？有牢狱之称的破气局？正是。你们看，此房四面压迫，如困兽之状，室内并无生气流动，充满了煞气，破气局无疑啊！竟是这等恶劣的房子啊！哎呀，是呀，徐先生，这个房子那可不能买啊！我家和房产啊，还有好多朋友。这样，我呢这就带您去看看其他的房子，咱呀别在这浪费时间了啊！也好啊，刘大师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破气局而已，看把诸位给吓的。我只要稍稍出手，就能破解此局，而且我还能将此局扭转为难得一见的聚气局。什么？就是传说中少有的阳富阴贵的聚气局？聚气局，这可是极好的风水格局啊！刘大师，您确定能行？我可是听说之前来过好几位风水师，那都是以失败告终。这你放心，我乃郑老真传，破此局我有10分把握。刘大师啊，如果你真的能扭转这个房子的风水，我就在你们公司签单啊，那个中介费给你双倍。那就感谢徐先生的信任了啊！那就有劳刘大师了。这个钱呀，怕是你们没命挣。这可不是简单的破气局。小子，你找死是吧？你个乡巴佬，你懂个屁的风水啊！刘大师说了是破气局，那就是。你少挑拨离间啊！有刘大师在，这单啊我们签定了。你们俩呀，还是赶紧收拾铺盖，我回乡下去。杨白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小叶，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他们成不了。这个房子的风水问题，就只有我能解决。可是杨白，这也是哪儿冒出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？风水之术，岂是你能满纸不周的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这可不是简单的破气局。如果你要强行破解，自身会遭到反噬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暴毙。这个房子的风水问题啊，就只有我能解决。臭小子，真有意思。若我能破此局，你当如何？如果你能破，我自断双腿，跪下跟你道歉。好，我这就破给你看。慢着，
那要是你不能破呢？你想怎样？那你也跪下给我道歉，然后从此不要为他再效力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吧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我是怎么破解此局的。刘大神，请狠狠地打这个乡巴佬的脸！敢在刘大师面前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杨凡，你太冲动了。放心吧，小姨，你就看戏吧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去！诸位，此局已破。哎，这压抑、阴冷、烦躁的感觉全都消失了。哎，是啊，这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。哎，刘大师，您不愧是青州有名的风水大师啊！哎，真的是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好说好说。杨凡，这好像真的被破解了。小子，这下怎么说呀？立马自断双手，跪地道歉。乡巴佬，看见没有？敢在刘大师面前大放厥词，简直自取其辱！你赶紧自断双腿，跪下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，不要耽误我和徐先生签单。不要伤害杨凡，我替他向你们道歉。我下跪。哎，小姨，10、9、8。哎呦，小子，还倒数呢，拖延时间呢。故弄玄虚。 4、3、2、1。刘大师，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强行破解，只会遭反噬，害了自己。这阴冷感又回来了，比之前还严重。乡巴佬，你不要得意，你有本事，你破一个局看看。好啊，我破给你看，把你的狗眼睁大看好了。杨凡，不要逞能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连刘大师都无能为力，你一个乡巴佬不行。你要是能破这局，我管你叫爸爸。逆子，那你看好了。我靠，你如何破局？当然是强行破局喽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不能强行破局？你也看到了，我就是因为强行破局，遭到反噬，身受重伤。哦，我说的是你不行，不包括我。在我面前，任何煞气，我一拳碎之，轻松碾压。你好啊，乡巴佬，你不要满嘴喷酸。你要是逞强的话，你一定会被反噬而死。杨凡，不要逞能。死吧，不要命的贱民，给我反噬他呀！阴阳二气，听我号令，破！好了，搞定。这就好了啊！哎，阴冷感和压抑的感觉真的消失了。杨凡，你真成功了。还真是啊，连空气都变得香甜了，让人神清气爽啊！这不可能！怎么样，逆子，还不赶快跪下给我道歉呀？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象，你肯定马上就会被反噬的，一切都会变回去。刘老师，您说是不是啊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真的破了破气局，还扭转成了聚气局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杨兄弟，不，杨大师，您的修为远高于我，请您收我为徒。什么？竟然真的扭转成了聚气局？怎么可能啊？这好，我就说怎么不压抑了，还让人神清气爽的。原来是改变了风水的大好格局了。好，来，这房子我买了。好的，徐先生。杨凡，太厉害了。
哎，这位杨兄弟啊，真是青年才俊啊，年纪轻轻便有这等能力啊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徐先生，您过誉了。您看，要是房子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就赶紧签合同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签合同，哎，今天就打款啊！杨大师，我错了，请您收我为徒。你不配。还有你，还不赶紧跪下来给我叫爸爸！小子，你不要得意忘形，不要以为破了个风水局你就很牛逼。在青州，我分分钟让你混不下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叫我2次爸爸。破局叫1次，出单子叫1次，这是我们俩的赌约。你不会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吧？我就不叫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那你试试看哦。傀儡服，去，我跪下，叫爸爸。爸爸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哎，这才有点逆子的样子吗？是不是？杨凡，我们卖出房子了，小姨，你就说我厉不厉害吧？真厉害！你就说我该怎么奖励你啊？当然是死杨凡，你竟然敢打我的主意！回来的路上，你见了大的就盯着看，这就这么好看啊？那怎么了？老爷子说了，只要我没到24岁，那就是孩子。那孩子想吃奶有什么错吗？你就说给不给我吃吧。净说胡话，睡觉。哎，小姨，你刚不是要奖励我？好大呀，好白。再看，挖了你的眼睛。相反，昨天这一单赚了不少中介费呢，真的是解了燃眉之急啊！小姨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这个单子多到数不过来。净瞎说。不过昨天这一单你立了大功。立了大功怎么样？立了大功你也不给我奖励啊，是不是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说说看。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想吃奶。老板，你还敢说？啊，行，我错了，行，疼，放手。小姨，我错了。袁老板，你们看到这家公司啊，那就不靠谱。这家公司连员工带老板，那就俩人。您来这儿啊，那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吧？你那靠谱，你怎么没把我的店转让出去？那个店那个位置吧，那确实是有点难。我是要听你说原因吗？先生你好，我呢在上街有一个饭店要转让，价格在250万。如果你们1周之内能够给我转让出去，我给你们中介费10万。10万的中介费确实非常高，可是上街那里1周的时间估计不行。哎呀，别估计了，这10万块钱啊，就不是你能挣的。这个单子我们接了。上街那个是个大火坑，你别听着10万就往火坑里跳。小姨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的。袁老板呀，这小子啊，那就是山里面出来的泥土子，他压根儿就不懂行的呀，他张着嘴就开始满口胡说。哎呀，咱们还是走吧啊！3天，我只需要3天时间。3天？你小子吹牛之前能不能打好草稿呀？看过店吗？张着嘴就胡说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吹牛，袁老板的店只有我才有机会能转让出去，但是3天时间根本不可能。哎呀，那是你能力的问题。要是给我，最多需要3天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，说3天就3天。好，如果3天之内你把我的店转让出去，我给你的中介费是15万。好，现在就去看房。哎，袁先生，这小子啊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你可千万别上他的当。少废话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见钱眼开？我要钱，也要奶。袁老板，
你这个店里是不是没什么客人啊？这不废话，生意好了，我着急转让干嘛？你看，那没客人就是你自找的。我说小伙子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后悔接了我这单，开始找原因了？原因呢，肯定是要找的。你就说这个收银台吧，收银台应该放在财位上，你把它放在凶位上，你是嫌自己家里钱太多了吗？哎，还有这个鱼缸，鱼缸可不是放到财位上就能越来越招财的，得对调位置。对调就能来财？袁老板，你是信佛吗？啊，倒不能说信吧，就是图个吉利。但我觉得你可不是图吉利，分明是给自己引来怨气啊！这话什么意思？观音呢，清净不暇，戒荤腥。但是你看你这个店里，是能清净呢，还是能没有荤腥呢？如果啊一定要摆，那就切记不要面对厕所、餐桌和大门，还有就是这面大玻璃，像个镜子一样直直的照在门口。这个玻璃和镜子呢，能挡煞，它也能挡财呀，所以你要把它赶紧拆除。你是逗我玩呢吧？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中午之前你就可以看到变化。3天之内，这家店一定可以转出去。行，那我就信你一回。好，那我先撤。你收拾收拾。都愣着干嘛？没听见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该挪的挪，该拆的拆，该扔的扔。随便挪几个位置，生意就能变好了，简直太可笑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靠这个芯片？老板也真是，分明就是故意让我们。老板，我们今天生意出奇的好，都翻台了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看来那小子还真是个能人。陈先生，这生意不错不错。哎，陈先生，你看啊，虽然说这儿是在上街啊，但是一点不比市中心的生意差呀。您要是把这儿买下来，肯定挣钱呀。您可得早做决定啊，那不然别人可就抢先了。要是能再大点就好。小叶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保证让你变得又大又甜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你快说来听听。听啥呀？我直接给你演示就行了嘛。你把眼睛闭上。还要闭眼啊？那是自然。那好吧。你干嘛？我帮你变大呀，么么哒。我这双巧手每天帮你按上5分钟，保证你变得又大又挑。好，小叶，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但是咱们今天得赶紧去趟公司，我今天绝对能把云德福的那个店给他转让出去。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今天多打几个电话，看有没有人感兴趣吧。不是呀，小叶，虽然你姨妈刚走，但是你不能为这种事着急上火的，交在我身上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？哎呀，袁德福的饭店不比幸福里小区的房子。江小柔，袁德福的店要被我转让出去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找到接手的客户了？正是，这位陈老板愿意接手袁老板的饭店，这15万呀，就别想挣了。我劝你别高兴太早，这15万啊，谁挣还真不一定。哟，乡巴佬，你还能找到接手的客户不成？杨排，你已经找到客户了？并没有，小叶。但是我……那你在这儿大言不惭，装什么逼呢？袁老板，这位陈老板愿意接手您的饭店，要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咱们这就可以把合同签了。你好，袁老板，我是陈如叶，您那个店我要了。袁老板，咱们这就把合同签了。你让开。袁老板，什么情况这？我问问啊。
小姨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那个袁老板是来找我的。瞎说！黄明江已经找人接手了饭店，袁老板找你干什么呢？不管怎么说，黄明江在中介这一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等你熟悉了行业之后，我相信你会比他做得更好。小姨，那袁老板真的是来找我的。袁老板，您这是？小伙伴啊，不，杨大师，收我一拜。袁老板，陈先生是我找来的，你谢他干什么呀？要谢也得谢我呀，他什么都没干呀，他。听你的意思，我是不是还得给你磕一个啊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陈先生是我找来的，跟他杨凡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哎，陈老板，你会不会帮我做个证呀？袁老板，确实是黄明江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才去你店里看了看。至于阳光房产嘛，我之前还真没听说过。先不说这些，这样我们先把合同签了。哎，对。陈先生，抱歉啊，我的店不转让给你。什么这？袁老板，你黄明江怎么回事？袁老板呀，我求爷爷告奶奶，我才找到陈先生这样的买家。你不能说不卖就不卖了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们跟袁老板说能卖出更高的价格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。袁老板，你可别相信他们的鬼话，你那儿可是上街，250万的价格，那已经到顶了，错过了陈先生这样的买家，那我可找不到第二个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那个店不卖，你话怎么这么多？杨大师，这是15万，你点一下。不用了，杨老板，一看你啊，穷实实诚人。嘿嘿。袁老板，您的店铺咱们也没帮你转让出去，这15万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虽然我这店不转让了，但是这钱我一定要给，就当我对杨大师的感谢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啊，对了，我那店里还有2场宴席要办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袁老板，你可别被现在生意转好的假象给骗了呀！那说不定就是他们阳光房产找的托呢。袁老板，小姨，快把这15万收起来吧。小姨，你捂耳朵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你给袁老板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哪有什么迷魂汤啊？咱们又没有把店铺转让出去，这15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再说你就去过一趟而已。再不说实话，我把你耳朵拧成麻花。小姨，我去一次就够了呀。那袁老板请我去的，他店里风水出了问题，所以财运不好。然后我就大显身手，他的财运来了，挣着钱了，他就不用转让了呀。所以他都说了，这笔钱是给我的感谢费啊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你怎么老拧我耳朵啊？大不了你也拧我。好啊。好香啊！死杨凡，你占我便宜！哎呦，小姨，你把钱收拾吧，我求你了，快啊！杨哥，阳光房产的杨凡，我要他一条腿，多少钱我都出。带人看房很累吧？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给你倒个水啊。给。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累，小姨。我重如牛好吗？哎，好硬啊！哎，我还有更硬的，你要试试吗？去你的！刚刚那个看房的女士很难缠吧？那你就错了，不但不难缠，而且她答应我明儿就下定金。还邀请我去他家喝糖水。什么？你去他家了？没有，逗你玩了，咋可能啊？最好是没有。
那个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那个你好好坐班啊，不要是当矿工处。哎，你这不是压榨我吗？就是要榨干你，榨你一滴都不剩。我倒是希望你榨干我。杨凡下班回家，看到爱吃的糖醋排骨和红烧鱼，一定会很开心。喂，你要是不想杨凡缺胳膊少腿的话，最好就站着。我们之间的事，请你不要牵扯到杨凡。自从那个乡巴佬来了之后，断了老子好几次财，老子是越想越生气。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交朋友。这黑龙会的青狼兄弟听到我的遭遇之后，非得帮我出这口恶气呢。黑龙会，青狼兄弟那可是黑龙会里边最狠的，断人手指，连眼睛都不眨，甚至还砍死人呢。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请你不要伤害杨凡。放过他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总得让我消消气。哎，这样，你呢给我吃个饭，再喝点酒。哎，我这个人向来不和人结死梁子的，但是你总得让我有个台阶下，是吧？好，我可以跟你去吃饭，只要你能放过杨凡。我黄明征说话那向来是一口唾沫一颗钉儿。放过杨凡，老子要他一条腿，还要你的身子，老子全都要。买房还是卖？哟，哥几个来者不善啊！你说对了，今天就是过来砍你腿的。看我的腿，我这条腿呢硬得很，怕是你们砍不动哟。狂妄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大言不惭。识相的，这些动手！麻溜的，别往狼哥等烦了，否则影响也保不住。你们几个现在立马给我跪下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，我就可以不追究。我去，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给我上！班长，都给我住手！请问你是杨凡杨先生吗？怎么了？杨先生你好，周家正在找你。周家？周梦瑶小姐你认识吗？她重度昏迷。你是不是最近心脏不太舒服？你让开，不然我喊人了啊！你要继续带着她，不出3天必死无疑。不可能，这是我闺蜜送我的。哎呀，果不其然呐，这就是不听我话的下场。杨先生，还是请你去周家救救周小姐吧。不听话就得多吃点苦头，请吧。杨先生，周小姐的情况真的很危险，你……哦，对了，黄明江正准备把江小柔灌醉。什么？找死！你有没有给秦朗打电话？这就是你的态度啊！你是真的嫌杨凡缺胳膊少腿是吧？你不把我伺候好了，我心里边这口恶气怎么往下顺？求人嘛，就得有求人的态度。你是不是当我跟你开玩笑呢？黄总，我求你不要伤害杨凡，我求您了。跪，我现在就跪。
没拒绝做我的女人，你很清高啊！这么多次断我的财路，你很得意是吧？还他妈装呢！我求求你了，你给金龙打电话，只要你放过杨凡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求你了。喝了。我喝，但是你得……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再没表情，我就让新郎把杨防活活砍死。我喝。老子这么多年一直想得到你，今天终于让我得逞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小姨，小姨是我，没事，别怕，我在呢。不，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和黑龙会的七郎是兄弟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个，你和江小柔，你们俩谁都别想活。狼哥，你快把这个乡巴佬给弄出去！狼哥，是不是钱不够？没关系，我加钱，我再加10万，我。你加100万也没有用，动我小姨，我让你这辈子做不了男人。不，我还没孩子，我求求你，我觉得，走，小姨，就是因为你，周大小姐自然会打人。要是周大小姐有任何的闪失，我把你剁碎喂狗。走。求你们放过杨凡，求你们了。小姨，杨凡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啊，小姨。杨凡，我好害怕。没事，小姨别怕，我在呢啊。怎么了，小姨啊？被我这张帅气的脸迷住了？臭美！哎呦，我问你，杨凡，黑龙会的新郎怎么会？有求于我呀。求你？风水方面吗？算是吧。所以小姨啊，你以后不用担心了，黄明江也没有办法再欺负你了。哎呀！昨天晚上呢，是我抱你回来的，怎么着？还想让我抱你去上班啊？好啊，那你抱我啊！这，让你没大没小。哎，怎么又揪耳朵呀？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喂，杨先生，周大小姐马上不行了，求你救救她。吴主任，有没有办法让小女醒来？现在不是清不清醒的问题，是能不能活命。哪怕现在送她去医院，以周大小姐心脏膨胀程度，极有可能在路上承受不住压力而倒倒开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吴主任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妹妹。只有用这个办法。以针刺入心脉，引出血液，这样才能缓解他的心脏。
这要插入心脏啊！是的，只有这个办法。陈大师，孟瑶昏迷之前提到过一个风水师，真不是风水的问题了。我手持罗盘，反复探测大小姐的情况，跟风水没半毛关系。周叔，吴主任是青州最权威的内科专家，您得相信科学。吴主任，那就拜托你了。也是你们遇到了我。换者是其他的医师，也只有眼睁睁的看到周大小姐爆开。我不是吹啊，这个隐学疗法是我们家的祖传，我对这个有十足的把握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还请吴主任快给妹妹引血吧。周梦瑶的昏迷是风水问题和邪物所造成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心脏功能的问题。所以你扎的哪门子针呀？哪来疯狗，敢来周家乱叫？世奇哥，你赶快将他扔出去！新郎，我不管他是谁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按时期说的做，赶紧弄出去。焦家主，你听我说，这位杨凡杨先生就是大小姐昏迷的时候找的那个人。什么？你把人给找到了？孟瑶不是心脏功能问题。时间不等人，我先让他醒了再说好吗？你说不是心脏问题就不是心脏问题了。风水大家陈大师都说了，和风水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质疑陈大师，藐视吴主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是那个给她邪物的好闺蜜是吧？你污蔑我！周叔，我看此人来就想拖延时间，他想让孟瑶死啊！爸，那孟瑶神志不清说的话，你还真当真啊？还请吴主任快用针吧！再等下去，孟瑶有个好歹，那我们后悔莫及啊！吴主任，请用针吧。一个黄毛小子，你能挑战我的权威？周家主，这件事后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这根本就是在对我的羞辱啊！你放心，只要小女无恙，我周仁康一定会让你满意。大小姐之前说过，不管什么阻止，一定要救她。时间不等人。混账！你在做什么？他人命当前，他竟然在猥亵孟瑶！找死你！行了，我命令你打杀了这个淫贼！啊，清醒了啊！孟瑶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孟瑶，让爸看看。他为什么醒了？他怎么可以醒？孟瑶，你可把大家急坏了。孟瑶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孟瑶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你是不是昏迷的时候做了什么噩梦啊？孟瑶，你昏迷一整天，佳佳一直在守着你。是，佳佳这孩子确实挺不错的。你们都不相信我。吴主任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昏迷时间久了，思维混乱，这个实属正常。趁他现在还在清醒的时候，赶紧送医院做心脏手术啊！我脑子很正常，不用去什么医院，就是他害的我。周叔，你看孟瑶的情况比昏迷前还严重了，肯定是他用了邪恶的手段。我看你到底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你真是什么鬼东西？当然是害你女儿的元凶之一了。这是你能碰的东西吗？你是有点本事，但是你也不能小看我。陈大师，毒，好毒！这胸闷乃至昏迷都是因为他，杀人不眨眼的邪恶毒。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记恨，非要要我的性命？孟瑶，你这样说，
我让你永远没有机会开口。梦瑶，你相信我，我不知道他有害，是吴少介绍的湘江的郑大师，他说开了光的碧玺有益身心，我没有想害你，你们相信我。你是说吴家的吴子豪？啊，对。你走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踏入我周家半步。他差点害死梦瑶，就让他这么走了。我们不能冲动行事。吴少，周梦瑶醒了，是一个叫杨凡的人坏了您的计划。先生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死了。你说你要是早听我的，还有今天这事儿吗？他拿在手里，丝毫不受影响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杨先生，你是我小女的救命恩人，从今以后任何事情，只要需要我周家的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新郎，你做的不错。周家主严重了，我也是碰巧遇到了杨先生，而且大小姐能醒来，也是因为杨先生能不住阻挠，继续施救。哥，你刚才对先生出言不逊了。杨先生，我太紧张梦瑶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你刚才说碧玺是元凶之一，那还有其他的？肯定是陶家家。爸，你就不该让他走。大呼小叫什么？听杨先生说，另一元凶呢，不是别的，而正是此处的风水。风水？不可能！当初是我为周家选的这套别墅，不敢说是青州最好，但也是前5。我敢用性命担保，不会出问题。大师跟我爸认识几10年了，他不会害我们的。唐佳佳和你打小认识的。郭晨晨虽说不是什么大好人，但也没有害过别人。陈大师的为人，我还是了解的，而且多个风水大师都说我这是风水宝地绝佳。杨先生，您再看看。杨大师，这个小区狭长蜿蜒，犹如巨龙盘卧。这个房子正是龙首之处，站在高处俯瞰，犹如跃升龙门。长此居住，必会扶摇直上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吧，它就是有问题。杨先生，刚才冒昧了，请多多海量。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。陈大师在风水方面还是有独到的见解。我看你们今后还有很多话题探讨啊。探讨就不用了。杨先生造诣之高，我从未见过，又如此的年轻，真是前途无量。大师一向高傲，他能说出这些话来，确实不容易。况且他已经给你道过歉了，要不我替他给你道个歉？你们这样说，就显得我有多小气似的。这样，你跟我来，你站在这里，眺望远方。杨大师眼力果然非凡，此处可以看到龙尾，首尾相连，乃圆满之势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多谢杨老师救命之恩。刚才我是双腿踏入泥潭，心神不定，无法自拔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陈大师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怎么还关心他呀？他要害死我们全家。晨晨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你姐处心积虑埋了一颗大雷，跟他没关系。那是什么原因？杨大师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？所谓的龙尾，是不是被炸？斩龙尾？年前这修路确实拆了多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这条路呢，就如同一把刀，切断了龙尾。风水局直接颠倒滋生于龙首。最近周家是不是做生意不顺利，或者家人多病呢？我住院半个月，前日才出院，
公司的事儿也是接二连三的。爸，我们搬家吧，这他妈是凶宅这。搬家大可不必啊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写几样材料，你们分头去搜集一下。回头我在这里布个阵法，消除一下怨煞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周梦瑶的身体。梦瑶的身体还有事儿啊？我建议啊，还是尽快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皮肤真光滑。吴主任，这等煞气，医院可处理得了啊？这煞气缠身，麻烦大了。梦瑶身体里怎么还有这种鬼东西？难道她越昏迷？梦瑶心地善良，怎么会遭如此磨难呢？爸，这可能都是我的命吧。杨大师自主解决的办法。杨凡，你会救我的吧？只要能救梦瑶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。那你们得先出去，我得用秘法把这种煞气排出去。好，我们出去。哎，我去！杨凡，你头晕了。你吹你也晕。来，把瓶口对准胸口，一定要贴紧啊！好。好白啊，好大。那现在可以施展你的秘法了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得先把衣服脱了吧？啊什么呀？你不脱衣服，我怎么施展技法呀？这样啊，那你能转过身去吗？这就害羞了呀？那你要现在就害羞了，一会儿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？杨凡的秘法难道是用他的身体为我吸走煞气？这怎么行呢？我和他又不是夫妻，可我也不想死啊。其实他也挺不错的。那裤子要脱吗？那你要脱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呀。我去，又来了。那我开始了。啊，杨帆叫梦瑶脱衣服，他该不会对梦瑶图谋不轨吧？周大小姐人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这两个年轻人在里面独处一处，这难免会不可能，你们肯定听错了。杨大师虽然年轻，怎会是那种庸俗之人？真白啊！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你来吧。哎，这个力度怎么样？疼吗？不疼，好舒服呀。那我可要更用力了哦。啊！住手！放开妹妹！怎么了？我以为好恐怖的煞气！杨大师的手段果然是出神入化。你又救了梦瑶一次，您是我妹妹的恩人，那就是我周世奇的恩人。哥，你刚刚不会是觉得他对我…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看清我就算了，先生可是高人。哥哥对不起，哥是关心你嘛。杨先生是高人，那不会给我一半见识啊？莽莽撞撞的，什么时候才能稳重的？啊，说的好像你刚才不着急一样。杨先生，梦瑶应该没事了吧？煞气逼出来的七七八八了，再来一次，应该就可以彻底恢复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请受老夫一拜。
把这瓶子煞气埋到地底下去，等我自行恢复好了，我还会过来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怎金，喂，知道了。好，给您转过来了。如果我的租户都像黄母这么自觉，那我就省不少心了。应该的，房东，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对面的阳光房产，我想给盘下来。江小柔给您的房租是25万亿，我给出40万。你是不知道，那股煞气就像黑龙一样在周文瑶的身体里呼啸，你想想他有多难受。我一看这情况，我就跟那煞气说了，我说嘿，妖孽，马上从他的身体里给小爷滚出来！嘿，您猜怎么着？他呀，他不但不从他的身体里滚出来，甚至还想进我的身体里。我咔咔一顿就给他封到瓶口里了。我说，在小爷面前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给小爷握着。然后周家上下对我们小爷那是感恩戴德啊。对呀，那肯定的，就差给我跪下磕一个了。所以这就是你知道这么久的原因啊。小爷，这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那小爷，我是不是该奖励奖励你？我降妖除魔这事儿呢，是我理所应当的。但是小爷，你如果想要奖励的话，对，小爷哪有奖励您耳朵的呀？疼！自己跑出去玩，还给我编这么个理由，不你谁？我哪儿出去玩了呀？老年人。小爷，你这算什么呢？杨帆，我们房租攒够了，终于不用回老家了。要不是你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嗨，小爷，这算什么呀？你就等着挣大钱吧。等咱们挣了大钱，咱们换别墅。哟，真的要买别墅了？江老板，这可是挣大钱了。我们开玩笑的呢，钟姐，您是来收租的吧？我这就把25万转给您。你错了，现在是40万一年。钟姐，您就别开玩笑了。我这从早忙到晚，跟个陀螺似的，我哪有闲心跟你开玩笑啊？突然加价，有你这……别乱说话，我自己来处理。钟姐，咱们那个合同吧，虽然是1年1签，但是您这突然涨这么多，至少得提前通知一声，对吧？这周围什么价格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我之所以给你那么低的价格，是看你一个女人在外边不容易，但你总不能把我的怜悯当成理所当然吧？钟姐这么多年的照顾，我心里真的十分感激。可一下涨这么多，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有人出了40万一年，你要是能接受，你就继续租；你要是不能接受，或者拿不出这么多钱，那就赶紧搬走，我租给别人。对面的黄明江嘛，你管他是谁，我这房子不愁租的。钟姐，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钱，要不您再给我点时间，看着咱们给你多少时间？1个月？半年？江小柔，你也是开公司的，你总不能幼稚的以为勤奋可以解决问题吧？你要租呢，立马把钱转给我；你要是不租，就立马搬走。钟姐，那您至少得给我点时间，我得找个新地方吧。这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傍晚我会再来，到时候屋子里面还有东西，有一样算一样，我会找人全部给你扔出去。钟慧，你都仗势欺人了，好威风！周大小姐，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周小姐，您别误会，这个江小柔仗着我心善，每到交房租的时候都跟我软磨硬泡的，她把我当傻子嘛。我怎么听见是你把租金从25万涨到了40万，不给人家时间去筹钱，也不给人家时间找新地方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你贵人多忘事？
我还不是被江小柔给气的。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跟客人说话的？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是买房还是卖房？我们阳光房产的房源是非常……江小柔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别丢人现眼了。哎，我看丢人现眼的人是你吧？像没教养。周大小姐，对面嘉豪房产也是我的租户，那儿可比这儿正规多了。不管你是买房子还是卖房子，那边都能满足您，您就随我。莫瑶当然是来找先生的了。先生，难道杨凡刚才跟我说的都是真的？周家大小姐，那个，你不在家好好休息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最近感觉身体好多了，哪都舒服，特别是这儿，所以……哎，打住啊！我现在身体虚得很。那个，你要是想要来找我要第二次的话，我又不是钢铁做的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恢复养精蓄锐的时间吧。为了确保下一次能让你身体彻底掏空，享受极致的舒畅，我得需要有鼎盛的状态。他们在说什么胡狼之词？大小姐和这小子勾搭一起，不应该呀！先生误会了，这次我是来给先生送钱的。嗨，哎呦，你早说嘛！但是提钱的话，就俗了点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先生，所以就准备了100万。多少？100万啊！没想到先生视金钱如粪土，哎，实在是抱歉。哎，我呢，确实是视金钱如粪土，但是咱也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心意嘛。那这钱吧，我就勉强收下了啊。谢谢先生。回去告诉你家男人，他和我周家的所有合作现在终止。周大小姐，您可不能断了我们家的合作呀！我们家可怎么活啊？你断别人活路的时候想过别人怎么活吗？怎么到你这里就慌了？我们周家有很多铺子，二位可以跟我去随便看随便挑。走，小叶。小柔，你不是让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离开吗？怎么了？现在门都不让出了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小柔，你别搬，我1分钱租金都不收，你就帮我吧。看在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周姐给你跪下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我们家不能断了跟周家的合作呀，您就行行好吧。杨凡，要不咱们不搬了？你呀，小叶，就是心太软喽。我告诉你啊，再有下次，你就是把头给我磕烂了，我们照样走。不会有下次的，我发誓。钟姐，25万的房租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都说了不要租金了，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你放心，杨凡是不会为难你的。那这样，楼下你也用着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。江小姐，你不必跟他客气，这是他该付出的代价。周小姐说的是。踩废老子命根，老子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今天只是个开始。黄明江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等你们搬走了，我就把这儿租下。我还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办公地了吗？好心提醒你，叫安家人死，不然这些东西被扔了。那我也提醒你一下，你今天肯定是有灾的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我呀？房东打电话叫我去签合同，告诉你趁早搬走。喂，房东，哎，您到我办公室了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哎呦，房东，那江小柔把您气成这样了，要我说呀，赶紧找几个人把他连人带东西扔出去得了。我找人了，而且人已经来了。那我得看看热闹了。黄总，不好啦！
大惊小怪的像什么样子？有人砸公司了。砸的是阳光房产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看看热闹得了，一个个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哎，房东啊，您找的人这效率可够快的呀！周家大小姐帮我找的黑龙会的人，你说效率快不快？周家大小姐，房东，您人脉够广的呀！黄总，叫魂呐！什么声音？咱们公司怎么了？那些人砸的就是咱们家公司。什么？不用去看了。房东，您找的人这是不是砸错地方了呀？没错，砸的就是嘉禾房产。不是，房东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老娘被你害死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姨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黄明江今天有灾。上次的事我知道你很恼火，但你看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？而且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被黄明江骗了。找人砸店是犯法的，你叫那些人走吧。小姨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自己就能把黄明江玩得死去活来的，我用得着找人吗？可是，房东啊，您不能这样，我已经断子绝孙了，嘉禾就是我的一切，您不能这样，我给您跪下，啊！设计陷害老娘，老娘断你所有的路！你听我说呀！哎，如果周小姐不来的话，那他们砸的就是我们这里了。小姨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欺负你。相反，如果没有你，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在的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小柔，是不是遇到难题了？没关系的，只要你愿意回家，别说40万了，400万、4000万，爸爸也给你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的家只有一个，在小沟子村。我的父亲姓江，请李先生不要胡乱的任性。谁呀？啊，没谁，诈骗电话。那个，咱们提前下班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姨，啊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有一个能让你开心的东西。叮咚。本来呢，我没有什么不开心，但是现在我非常不开心。啊，看到钱还不开心吗？你和周大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老实交代。我跟她就是简单的医患关系啊。且不说你是不是，先是100万的整金，然后周小姐为了你断了跟钟慧江的合作，而且市中心的店铺任你挑选。你跟我说，你跟她是简单的医患关系。小姨，你是在怪我吗？杨凡和周梦瑶真的好上了。你看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也就是怪我太优秀了。像我这张脸放到大街上，哪个人能扛得住？就算是这个周梦瑶对我有兴趣，那也是情理之中啊。我不许你和别的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第一次来城里，我不想你被别人骗了。嗨，说什么呢，小姨，你也太会聊天了。确实是笑话，谁会去骗一个乡巴佬啊？哦，是你这个残害闺蜜的蛇蝎女人。老公骂人家，你要为人家做主。他们是谁呀？他就是那个用邪恶手段蒙蔽的周家，害我被小姨出门大骗子。我和梦瑶20多年友谊全被他毁了，我心里苦。唐佳佳，你对我有意见，针对我就是了，不要在这里恶意诋毁。我哪有闲心诋毁个乡巴佬呀？那老公，他就更有意思了。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他有2个身份，一呢是李家的弃女，2是吴少的未婚妻。她就是江小柔。小姨，她说那个未婚妻是什么意思？
你不要听他们胡说。唐佳佳，我们在这里吃饭，请你不要打扰我们。我胡说八道？怎么，你是怕这个狗男人知道你有未婚夫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偏要说。这吴少的未婚妻，多少女人求之不得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不愿意？既然喜欢一个乡下来的江小柔，你也是够贱的。杨凡，不能打人。他满嘴喷粪，臭不可闻，这嘴贱就该打。老公，他打我，你快把他狗爪子抛下来！混账东西，跪下来，自扇耳光，再给我老婆道歉。道歉，我道歉。唐佳佳，对不起。江小柔，你死一边去！小姨，杨凡，咱们不打架。行吧，俺小姨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跟孕妇一般见识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江小柔，咱们多年同学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计较，但我希望你管好他的嘴。老公，我想喝西街大郎烧饼店汤了，咱们去喝吧。那你得用嘴喂我啊。会啊你。大郎，该吃药喽。啊，他自言自语的，跟他没关系。小子，你非得作死是吧？不要拿别人的大度当成你口无遮拦的资本。你确实够大度的，自己不能生育，老婆怀孕了，大度到自己老婆肚子里面怀的是别人的种。你真的怀孕了？今天去医院做什么了？老公，他瞎说的，我们走吧。啊！你竟然真的怀孕了！老公，我们跑了全国不孕不育的医院，我们努力终于有回报了。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但被你提前知道了，都是他破坏了我们的仪式感。老公，我们快回家告诉爸妈，陆家地产后继有人了。我们走吧。老公，你干嘛打我呀？到底是谁的种？老公，你忘了吗？是上个月砸巴掌的偏方，你是偏方死掉了。不说这个，到底是谁的种？别打！老公，是吴少吴子豪。啊！吴子豪喜欢人妻，他非要搞我。以他的权势，我不敢拒绝。但我在他生下的时候，我把他想象成你，所以严格意义上我没有真出轨，我是速出轨，老公。我你妈！别打我！你站住！别打我！你站住！陆家地产在青州得排前3了，唐佳佳能嫁给陆家，她不知足，反而还要背叛陆庆福。要不说你这个同学厉害呢，残害闺蜜，给丈夫戴绿帽子，厉害，实在是厉害。那也没你厉害。嗨，小姨过奖了。你是怎么知道唐佳佳怀孕的？这话说的，什么东西都逃不过我这双灵眼。还灵眼？你再说就要上天了。快吃饭。我只是想让你去杀江小柔的锐气，没想到你竟然敢把她占为己有。她是我的女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，你想怎么死？吴小柔命，我没有想过要霸占江小柔，他有别的男人。谁？他叫杨帆。那俩人都快住一块去了呢。又是他们那个叫杨帆的。我想我有一计，不但能让江小柔乖乖的回到李家，跟您履行婚约，还能叫那个杨帆生不如死。好，我让你说得好，我放过你，不然我立马勒死你。那个江小柔，他曾经卖出去过一套房产，买主叫朱爸。他住进去之后才发现，那套房子原来闹鬼。他去阳光房产闹过几次，后来是
李家的人出面，他才不敢找茬。这个事儿才不了了之的。你说，要是猪爸知道了李家不会再帮江小柔了，这猪爸他会不会想尽办法去把这个房子给退了？就算退不了，多闹腾几次，谁还敢去阳光房产买房子？到时候江小柔走投无路，不得乖乖的回李家？您和江小柔的婚约，这不就可以提上日程了？至于那个赵阳凡呢，把他关进鬼屋里边，叫他生不如死。去把那个猪爸给我叫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江小柔，我给你太多时间了，已经没耐心了。小姨，你胃还是不舒服吗？我那儿有药，我给你拿啊。你等会儿，跟我过来，把你对周慕瑶做的在我身上做一遍。确定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，快点儿！那你得先把衣服脱了呀。是不是怎么看都看不够？你昨晚说给周慕瑶去除煞气，要脱衣服是吗？哎，那我能骗你不成吗？我一说周慕瑶把衣服给我脱了，她马上乖乖的就……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！你想想，以小爷我的本事，她就算穿着大棉袄，我也3下5除2给她把那个煞气都逼出来。那就是说，你想让我脱衣服给你看了？行，那小爷，现在我脱衣服给你看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啊，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热，实在不行的话，那杨凡，终于是伏你爸露出来了是吗？等，小姨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哟，你们这是？这不是糖水小姐姐吗？什么糖水姐姐，没礼貌。三小姐，她经常胡言乱语，你不要在意啊。没关系，我还挺喜欢小杨叫我糖水姐姐的，多甜呐！你今天来是叫我去你家喝糖水？哦，我今天没什么空。喝糖水不急，我今天来呀是想再买套房。啊？你这买房子怎么跟买菜似的呀？上套房啊给我妈了，房子经过你的布置以后，我妈住进去啊，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，所以我准备给自己整一套。三小姐请坐，看您需要什么样的要求。好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我那房子就是黑心中介卖给我的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我那套闹鬼的房子就是黑心中介卖的。叔爸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是你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，我现在活下去唯一的目的就是和你这样的黑心中介斗争到底。江小柔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对，卖给人家不能住的房子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为了买这套房子，我爸妈花了一辈子的积蓄，结果这房子闹鬼，住也不敢住，现在卖也卖不出去。你要是今天不能让我满意，我就死这儿。他把刀放下，都危险了，2代人的心血被一套房全毁了，换成是我也不想活了。房子就是命啊，侯记者，你一定要曝光这种黑中介。朱先生，你先别急，我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，就算是冒着丢了饭碗的风险，我也会给你讨要一个说法。我是青州生活频道的侯记者江女士，清水苑6栋502的房子是朱先生从您这里买的吧？你这属于欺诈行为，甚至还找人去威胁朱先生，简直强盗！你现在还要冷漠地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结束吗？你是记者，你怎么能胡乱说话呢？这房子有没有问题，得看一看才知道吧。好，
那大家伙都去看看，这是套什么样闹鬼的房子。走。这肯定是鬼房子了，这他妈也太热了。何止是热，好像有一把火烤着人一样。怎么会有这种房子？我有点喘不过气。你们也感觉到了是吧？这鬼房子，空调24小时开着也是燥热难耐。这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是他闹鬼啊！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晚上一回来，往那床上一躺，就感觉有东西把你给压着。你好不容易睡着了吧？有个鬼一样的东西举着火把在梦里追啊追啊，你醒过来就发现你在那个小区垃圾堆旁边躺着，这不是偶尔一次啊，这每天都在发生啊！一套房子，普通家庭得要2代人或者3代人才能买到，你们卖这种房子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可是他买房的时候并不这样啊。江小柔，这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要狡辩？你非得把我撕逼逼是吧？要不怎么说是黑中介，净干些丧尽天良的事。如果今天你不给朱先生一个合理的说法，我就把你们曝光在各个平台上，让你受尽天下人的唾弃。火符，小伎俩。那你想要什么说法呀？我这房子是卖不出去了，你们阳光房产必须回购。想卖多少钱？我这房子150万买的，我也不要你们原价回购，用100万就行。成交。成交。杨帆，我可以保证他们买房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，就算闹到了法庭，我们也占理的。小易，听我的，没错啊。可是江小柔，你今天非得逼死我是吧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儿，我化成厉鬼，我缠着你。连杨凡都看不下去了，江小柔，你居然还不愿意？要不怎么说，狠起来啊，还得是女人，蛇蝎心肠。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，一点脸也不要？小叶，合同带了吗？钱呢？可是那些钱是你辛辛苦苦。转给他。到了！这虽然说啊是亏了50万，但好歹拿回来了100万吧。哎呀，我知足了，我知足了。侯记者，黄先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哎，侯记者，我觉得呀，您还是得把这个事儿曝光出去才行，以免更多的人像朱先生这样受到欺骗。我回去就写稿子，绝不会让朱先生的遭遇再次发生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小姨，别着急。房子不热了，房子不热了，不热了，真的一点也不热了。非但不热，而且我还感觉特别舒服，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。吴少找大师在房子里动了手脚，就算被破解了这房子原本的问题呢？你说什么呢？还是很热，你感觉不出来吗？这个装修啊，可是一门大学问。你是金命，五行上讲究土生金，火克金。如果你的装修风格以土为主，我保证你事事顺心。但是你弄了一屋子火，把自己克得死死的，能称心如意才怪呢。当金命遇到了火，你不热谁热呀？哎，甚至影响到了你自己的意识。你以为自己见鬼了，其实是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跑到了垃圾堆旁边，是自身自救的本能保护。原来如此。哎，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都热呢？是有人找到了风水师，刻下了这个火符，火符放大了五行之火。刚才我把这个火符给摧残了，所以自然就不热了呀。杨凡，那你这样说，这个房子它不闹鬼？这个世上哪有那么多鬼啊？人死之后呢，阴阳两隔，
就算有漏网之鱼留在了人间，他也会找一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待着，根本就不会跑到这种阳气旺盛的小区里，不怕魂飞魄散吗？哎呀，倒是谢谢你们啊，我们要赚一笔钱喽！赚一笔？你小贱想疯了？就算这个房子没问题，我在键盘上敲几个字也得让它有问题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这种黑心中介赚到1分钱。对，不能让他们把房子卖出去，必须赖在他们手里。150万，我要。郑小姐，住这种房子，那膈应得慌呀！哎呀，什么金命火命的啊！你可别听他胡掐，这房子真的闹鬼。我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，我告诉你，这种邪乎的事情，你还是敬畏的一点好，不然害的可是你自己。我不是3岁小孩，我有自己的判断，用不着你们在这里说3道4。孙小姐，您真的要吗？这房子的格局我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楼层和大小也很中我的意。主要是我在这里边吧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舒畅感。房子我要了，150万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火克金，所以猪爸觉得自己遇到了异灵事件，而糖水小姐姐的舒畅，恰恰就是因为这套房子的装修风格。糖水小姐姐呢是土命，土生金，火生土，这种装修风格和糖水小姐姐是最搭的，所以我跟你保证，如果你住在这套房子里，一定财源广进，步步高升。弟弟说话就是甜，跟糖水似的，我可太喜欢了。一会儿我们回去把合同给签了。孙小姐呀，甜言蜜语那都是毒药，我们说的那才是忠言，是为您着想的呀。您可千万不要上了这小子的当呀！是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阳光房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坏透了。江小柔，你不要以为你找一个托就可以避免我曝光你的恶行。还有你，别助纣为虐了。如果你承认你是个托，我可以大度的原谅你；但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，休怪我把你的名字变得比臭鸡蛋还臭。我现在问你，这房子你还要吗？你是记者，你应该追求真相，报道真相，而你现在却扭曲事实，颠倒黑白，甚至威逼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报道的是我认为的事实，你这么在意，我还真不知道报应长什么样子呢。江总，别和他们置气，这房子啊，我要用。我会把你跟江小柔一起写进报道里，你们一起抄掉吧。好啊，但是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。小姑娘，你还真得知道，我叫孙静云。喊什么喊呀？你以为喊这么大声就能吓着我们侯大记者呀？孙静云，好俗的名字呀！等等，你是新来的台长？台里有一个叫侯秋燕的吧，品行恶劣，明天上任我不想看见他。另外，吊销他的记者资格证。孙台长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行不行？孙台长，你看，我们去把合同签了吧，一会儿台里还有事儿。行，孙台长，您请。走吧。一下赚了50万，谢谢啊。孙台长，你原谅我。房子，医生说赔了50万，要50万不给我！你想屁吃的你！不给是吧？我杀了你！孙台长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应该谢谢你们。按照市场价呀，这房子至少170万，而且我150万就拿下来了，跟我还那么匹配。当然，这20万我不会亏你们的，我会介绍我的朋友给你们。那我先回台里了啊，走了，走啊！哎，杨凡，我们发财了！周梦瑶送你100万，也没见你这么开心啊！那能一样吗？那100万是你用身体换来的，这50万是靠你的实力挣来的。我靠身体，我是凭小爷本事自己挣来的，好吗？杨凡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包拿掉了，你们继续哈。废物，全他妈是废物！
吴少，我去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和您的奸情不，我和您的好事暴露了，陆清福他要杀我，都是那个杨凡。他妈的，又是那个叫杨凡的！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无论你今天用什么办法，让他们两个今晚来见我，我要当着杨凡的面放了江小柔。听明白了吗？怎么了，小姨？唐杰他说是要道歉，但我看他一定别有用心。他肯定不安好心了，这还用想啊？那你还来？我不是想看看酒吧长什么样吗？你就放心吧，小姨，一会儿不管出现什么事情，有我在呢。一直忙着工作，都没带杨凡好好逛逛。那个，今天我只是太高兴了，别太在意啊。好大呀！不是平头嫌我小吗？怎么？不许看，路边野花你也敢摘？行，小姨，我错了，我不摘路边的，我摘酒吧里的。死杨凡！唐佳佳，他怎么在这？是我让唐佳佳叫你来的。江小柔，好久不见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吴子豪，是江小柔的未婚夫。你不要胡乱说话，我和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江小柔，惹恼吴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还不快给吴少道歉？没事儿，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。我是你未婚夫，可没有乱说，是你父亲李星海亲自许的婚。请你搞清楚，我的父亲不是李星海。如果李星海非要跟吴家联姻的话，你让他嫁给你吧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可能。江小柔，你哪来底气接二连三的羞辱顶撞吴少？我就是他的底气啊！我小姨想嫁给谁，必须得经过我的同意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就你，哈，你不配，我不配。他说我不配。吴少，他就是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哪懂什么配不配？我没叫你们走，谁敢走？郭堂主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谁敢走？扭断谁的脖子！吴少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吴子豪，你江小柔，你不是不承认我是你未婚夫吗？我不就用行动告诉你啊？江小柔，你还不赶紧摆好姿势接受我的宠幸？你把姿势摆好了，给我学2声狗叫，说不定今天也能逃过一劫哦。杨凡，他是吴家的继承人，全是可怕的。他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欺负我小姨啊！你不就仗着黑龙会的亲郎吗？就算是黑龙会会长，也得对吴少五让3分。你凭什么当着吴少的面大呼小叫？啊！万人欺的贱货！你真以为我是你那个软脚虾的老公吗？放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面前造次！你打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吴子豪，你不用求情了。我今天要是不让他知道马王爷为什么有3只眼，我他妈不信你。那你马上就要改姓啊！看来那个青狼给了你很大的勇气啊。行，我马上叫他过来，我让你亲眼看着他是怎么变成一条死狗的。喂，给你3分钟，立马滚到我面前来，多1秒，你可以直接叫你家人发丧了。给我等着。杨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郭少荣，郭堂主，你们铁血堂是要跟我们黑龙会开战吗？开战？你现在没资格说这话。他要抢吴少的女人，难道你确定要保他吗？什么？哎呀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让开！你们谁敢伤害他，就从我的尸体身上过！杨先生，我都说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黄黄小子，你非得要送死吗？郭堂主成全他。不要！
黑龙会会长。顾堂主，你小子耍诈！我耍诈又怎么了？啊？你以为你耍诈弄晕了一个堂主，我就会怕你了？在这儿你动不了我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会让你求死的。是的。杨帆不要。杨先生，不能动手，他是吴家的继承人，你难道忘记了吗？周大小姐都那样了，周家族他也只有忍气吞声。听到没？敢动我吗？青州土皇帝是吧？怕了呀，怕了就让江小荣脱光衣服伺候我。怕了就让江小荣脱光衣服伺候我。吴家继承人，青州土皇帝，青蛙狗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杨帆，小姨别怕，在我眼里，他们全是菜鸡。我们回家吧，我想回家了。回家。小姨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老山里的时候，那是左手抓野猪，右手擒拿熊瞎子。你说他个吴子豪能比得了野猪，还是能比得了熊瞎子呀？别怕啊！杨帆，我们回村吧。回村？我才来几天呀，而且我也没玩够呢。况且被一个像菜鸡的人吓回去了，我不得被人家笑话死？可是没有可是，小姨，你别多想了，放心吧。来，回睡觉。没事儿，大不了我答应你星海回李家，李家是有能力保护杨帆的。哎呀，怪不得吴子豪想霸占你，真迷人啊！你要对我做什么？难道他要对我做那种事儿？竟然一觉睡到天亮。杨帆在我身上到底是怎么弄的？挺舒服的。难道他要对我做那种事儿？小姨，我就问你舒不舒服？我一点也不舒服，反而有点疼。你这是第一次，肯定会先疼一下的。是这样吗？你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吧，我保证你到天亮都得好。看把你能的！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力道。杨帆，你的手怎么跟有魔力似的？我这双小魔手啊，村里的母猪用过都说好。你说谁是母猪？不是小姨，我的意思是在村西口老李头家的那个母猪，它堵奶了，我就夸夸用我的小魔手一抓，不但通了，还变大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双手，我话里话外的嫌我小，我今天绝不饶你！家暴！你这绝对是家暴啊！让你说。大师，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问题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好什么好？咱们花3个亿拍下来的地皮，现在连人靠近都难，该咋动工呢？陈大师，你去看过了，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了吧？我遭受的反思比你们还要严重，要不是我随身携带的阴阳八卦盘，我估计就出不来了。具体什么问题我也弄不清楚。哎，要不把杨大师请过来？杨凡，陈大师，你有所不知，杨凡殴打吴子豪，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好说。爸，我知道你想救杨帆，可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，爸又怎么了？失手来电话，
说9号地皮是青州区域发展的重点，我们要是再不动工，只有强转给吴家了。要真能拿回那3个亿的话，转掉也是好事儿啊。妹呀，真把地皮转给吴家，价格可就不是我们说算了。要是先生在就好。这么想我呀？是不是迫不及待的要第2次了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除了现在耳朵有点不舒服，任何的状态已经恢复到鼎盛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肯定要很用力哦。先生，我的事还是先放一放吧。精气被强行撸走了？哎，你能用10年聚集的精气都没了？你们去哪儿了呀？简直是好眼力！是9号地皮，我们还算清的。第一批进去的工人死了3个，伤者无数。杨大师，杨大师已经麻烦缠身了，我们就不要让他再劳心费力了。也是，我怀疑9号地皮的问题就是吴家找人搞出来的。杨大师万一过去了，碰上吴家人，那岂不是自投罗网？爸，你要救一救我的恩人呐！这样吧，杨大师住来我周家，就算是卢子豪知道了，我们也有信心保护你的周全。太好了，我带你去选房间吧。这怎么行啊？我还得卖房子呢。况且我也不怕吴子豪，你带我去9号地皮，我见他一次，我把他打成猪头。现在尸首在他们家，他会如日中天呢。就算他是天上的小太阳，惹了小爷，小爷照样给他射下来。好了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要不是吴家的参与，我这次不一定会来的。而且有好多大客户等着我带他们看房呢，咱俩赶紧。爸，杨大师这是要和吴家死磕到底啊！年轻气盛，又有真本事加持，谁也不放在眼里，倒也正常。但那是吴家呀，一个不好，将万劫不复啊！杨大师在风水方面的造诣无与伦比，如果他要有个3长2短的话，那在风水界就是一个损失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一看。有劳陈大师。吴言，你竟然在这里，真是你们吴家搞的鬼！你们想要这块地皮正当竞争不好吗？非要使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已经死了3个人了。不就死3个人，那么激动干什么啊？把周家的无能表现归咎于旁人，怪不得这周家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你是杨凡？她是吴言，吴子豪的姐姐。原来是那个猪头的姐姐啊！我说呢，一副欠揍的样子。先生，吴言，他跟这块地皮没有任何关系，不过是凑巧路过罢了。希望你可以放过他。就他打了子豪，你希望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都还愣着干嘛？把他臭嘴给我抽了，就打断4肢，绑到我弟那里。动手！慢着，他是我的恩人，谁都别想伤害他。你周家要跟我吴家为敌吗？吴言，我可不怕你，你就只敢躲在女人后面。你要是不出来，他可就替你受罪了。无论我站在哪，他都不会有事儿，反倒是你，今天有躲不过的血光之灾。还不赶紧动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吴小姐，你只要放过他们2个，吴家抢我的事儿，我同意。陈大师，家父多次登门拜访，陈大师严词拒绝，没想到今天竟然答应得如此干脆。不过今事不同往日，您要想参与进来，也得看郑老的面子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也得先过郑老的孙女郑傲琴小姐这一关，才能有资格问问郑老是否同意。其相貌平平，无半点特殊之处，也配称大师。妄想见我爷爷，我看你等下辈子。我是因为地脉隆起影响，至于你这样羞辱。此处有脉，名为龙，不过是条病龙罢了。正所谓行动容易点线难，你点错了位置，混乱了阴阳2气，遭受反噬。你真以为你自己多大本事？郑小姐，可是有破解之法了？那是当然，我已经找到了风水血腥巨蟹的真点，只需要挖下1杯龙沙，吴家的工程队就能随意施工。太好了！尸首说了，
如果我吴家能够如期施工，你周家必须得把这块地皮转让给我。他要是不吐点血出来，都算他吞咽的干净。不知tử儿，难道今天就是我周家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吗？转折点是没错，但不是什么衰弱，而是更上一层楼。先生，郑傲晴乃是湘江郑老的孙女，郑老乃是风水界的权威啊。你口中的这个郑老吧，我没见过，所以不予做评价。但是这个郑傲晴是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杨大师，郑傲晴在风水方面天赋异禀，是郑老先生唯一的接班人。论风水，你连给郑小姐提鞋的机会都没有，也就她这样的徒有虚名之辈把你捧作大师，你就真当自己是个大师了。好啊，那你就一会儿看看这个女人是怎么给你们俩表演吐血的。我真想把你那个臭嘴撕烂，不过也好，你们就好好看着郑小姐是怎么挖下龙沙的。郑小姐啊，她可是……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？她是不是表演的特别好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说什么寻龙容易，你逮着个乌龟头在那儿缠，它不咬你才怪呢。你说的是思想中的玄武？这个破地方有条便能都足以吸血，怎能还有玄武？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！你去那个地方挖个土来，去挖呀！哎，会死人的。死了又怎样？为我们吴家死，你他们的流血！这个吴家呀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你找死！在你眼里觉得生命那么不值钱，那么想必也觉得自己的命不值钱。好，那你就第一个先去死吧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杨大师，不可！先生不可呀！吴言要是死了，谁也承受不住吴家的滔天怒火，你得替江小姐考虑考虑呀！他的命不值得小雨担心。他怎么没事？哼，杨大师的能力不是你能揣摩的。玄武垂头，朱雀降武，青龙剜眼，白虎驯服，四象聚集，这分明就是一个无上的风水宝地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了一个破地方？说你半瓶子晃荡，算是抬举你了。莫瑶，过来。我没事，先生。没错，明天就可以叫工程队进来施工了。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！爸，吴家大管家吴渊要来我们家，跟那个市首的秘书徐萌一起。这么说来，吴家真有能力在9号地皮上施工了。快给莫瑶打电话，问问情况。哎，不用打了。徐秘书来了。周先生可得保重身体啊。市里面也是一致这么认为，所以叫我过来传个话。9号地皮的交接明天就得完成。什么？价格都没谈呢？什么？你们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说的好听点是周家主身体欠佳，说的难听的是周家阻碍青州的发展了。就是这么一块小小的地皮，硬是拖来拖去，还闹出了人命。你们周家现在是打算体面的退出呢，还是非要等到市里派工作组下来彻查追究责任呢？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施工队今天必须正式开始施工。周先生也不想我来作罢。吴家出多少钱？1个亿。1亿？你不如去抢。这也是市里的意思。市里面不管你们的交易金额，只想看到施工队动土施工。我周家不可以啊，那吴家就可以。我家大小姐传过话来了，郑小姐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，
一杯龙沙便能解决问题。徐秘书，吴家保证施工队一定准时到位。好，1亿就1亿吧，我周仁康认栽。1亿，10亿、20亿也不能卖那块风水宝地呀。你们回来了，没事就好。爸，先生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可不都是解决了吗？多亏郑小姐亲自出马，即便真有妖魔鬼怪什么的，也早就魂飞魄散了。你口中说的那个郑小姐是郑耀琴吗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她现在正在吐血呢。胆敢羞辱郑小姐，你担得起罪责吗？1亿的价格我可以接受，但我要附加一个条件。他和吴子豪之间发生了点不愉快，希望吴家不予以追究。只要地皮顺利转让，一切都好说。那可不好说吗？聚齐的4乡镇，深山老林都难找。那块风水宝地是造福了数代人，所以就算周家倾家荡产，那块地都不能卖。爸，先生说的没错。可是得有命开发呀，1亿的价格是少了。那块区域是青州接下来重点区域，既然吴家有能力做到，我周仁康也不是吃不得亏的人。看来还是周家主顾全大局啊。那咱们2家就在徐秘书的见证下，今天把手续办完吧。也好，真让人摸。哥，你先别生气，我说了，先生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。你们这是红脸白脸对着唱吗？周先生，我还得回去交代呢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孟瑶啊，人有时候必须低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爸，咱们家施工队都已经进场了。徐秘书，这周家分明是不把人命当回事啊！你们吴家才不把人命当回事呢。爸，你看，什么？杨先生把问题解决了？徐秘书，你看，东日本蛋这十足不错呀，这样我回去给他交差了。吴大管家，看来你们吴家不能低价勒索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郑小姐先过去把问题解决了，然后你们的工程队直接进去。这么做有考虑郑老的怒火吗？你是耳朵聋了吗？我都说了，郑小姐现在吐血呢。没错，郑耀琴已经遭受了反噬。这次是先生解决了问题。吴管家不如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我这就打电话，你们周家就等着郑老的报复吧。什么？郑小姐和大小姐都进医院了？吴管家，小心台阶被摔着。周家主，刚才的事儿别见怪，都是工作。理解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市首得知消息一定很高兴。好，行。杨大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是让他来说吧，我呢得抓紧去做第2次，一会儿还要带客户看房啊。你就不担心两人出点什么事儿？如果杨大师真跟孟瑶发生点什么，我现在就订酒店，我给他们操办酒席。赵姐，你是吃什么长大的呀？喜欢吗？在我眼里呢，这红粉和骷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躺下吧，周小姐。看来先生蛮正经的嘛。那你为什么流鼻血？女人，休再多言。好热啊！哎呀，小姨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等我回来，我再带他们去看房。你看看，把你累得满头大汗了。我这不是怕小爷你吃不消吗？我吃不消？哼，你瞧不起谁呢？
你和周梦瑶那也是体力活，我怎么忍心再让你带人去看房？对了，小严，这一次你用身体换了多少钱啊？没要钱，是不能要钱，传出去啊，别人会以为你吃软饭呢。周家呢是没有给我钱，但是给了我一套江心洲的别墅。别墅？小姨，你不是一直想去住别墅？咱今晚就去，别墅送你了，怎么样？开心吗？激动吗？嘿嘿。长这么大，爷爷头一次骂我。郑小姐，我想了一下，正是您那一铁铲下去，才起了关键作用。那姚凡分明是抢了您的功劳。抢郑小姐功劳，还让郑小姐被骂，真他妈该死！给我准备套房子，我要在里面布下沙阵，你再找人带姓杨的去看房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行。哎呦，我说小姨哦，放着大别墅不住，怎么又回这儿了？怎么，你开始嫌弃了？不是我嫌弃，那还不是小姨你吗？我刚来你就嫌太挤，看你就是嫌弃了，跟我住在一起，你就开始嫌弃了是不是？哎，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扭了一下。好些了吗？很疼是不是？你和周梦瑶还要第3次吗？嗨，不用了，我2次就给他清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听你这话，感觉好像很遗憾啊。怎么可能？小姨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周梦瑶过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哦，胸大就了不起呀？哼！你那个小魔手真有那么神奇吗？你想试试吗？好热啊！今天怎么那么热啊？你带个那么厚的玩意儿，还加了2块厚垫子，能不热吗？我就喜欢垫厚的，行不行？啊，行，松手。这个2位玩着呢。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我卖房你找我卖房？啊，我这房产公司不是没了吗？我就想着把房子给卖了，然后去别的城市。虽然咱们之前啊有一些不愉快，但是杨凡啊他卖房子确实有一手。那个还请2位不计前嫌，能尽快帮我把房子处理了。我在青青家园是真的有房子，也是真的要卖房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那走吧，去看看你的房子去。哎，谢谢，太谢谢了啊！黄明江在青青家园的确是有房，但是他肯定不安好心。但是他心里想什么，我一眼就能看清楚。那你还要去？咱们呢是做中介的，总不能把客户往外推吧？没道理啊，是不是？行啊，你现在倒是给我上起课了。那这样，我跟你们一块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哎，你就别去了呀！你昨儿刚把脚崴了，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啊。再说了，你垫那么2大厚片子，出去一趟再回来中暑了咋办？是吧？四阳法。好，我先去啊。来，季北，我这房子怎么样？你这个房子嘛，本来是挺好的，但是现在嘛，怎样？它有点脏东西。脏东，你看多脏啊！你吓我一跳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呢还是先去看看主卧吧。这套房子最大的卖点那就是主卧。走。哎，这边，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不少，成了。除掉了杨凡，江小柔就再也没有依靠。哎，恭喜吴少，抱得美人归。做得好。
黄明江说主卧是最大的特点，他果然没骗我呀。口擒五方鬼神兵，神兵鬼将显灵。你这是扎小人啊？小人在哪儿呢？小东西，我小？你说我小？我觉得你这个女人是没有见识过吧？我今天必须让你见识一下。无耻之徒！哎，抓你小人脸，远行5万险！无耻之徒！抓你小人脸，远行5万险！你有完没完了？嗯，你没事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吴少，您说这郑小姐会用什么手段？你刚才没听清吗？她要请动五方鬼神兵，那这杨凡他死定了。死，那就太便宜他了。一个小小的农民，不老实巴交的在乡下种地，非得跑到城里来，还要得罪我和郑小姐。郑小姐说他是傻子行径，那就让他真正的变成一个傻子。还有郑家人变成傻子？郑小姐的手段神鬼莫测吧？啊！我没听错吧？是郑小姐在叫吗？好像真的是郑小姐的叫声啊！哎，对，这样才好看嘛。好，来，咱们换一个姿势，把身体趴床上啊。哎，对，把头再转过来，哎，这样好看。不是说要把他变成傻子吗？你要把我变成傻子？耗费无数财力，这九龙混天阵算是成了啊！还差周家的那股龙气和一味邪影。龙气化形，鲜血灌满香炉，九龙混天阵便会自行启动。多天地造化，你们吴家昌盛千年，那是绝无问题。改日去周家拿走龙气，周家也会感恩戴德。血银马上就到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不要打星星，星星离婚了，不要打星星，求你了！是谁？正好是杨凡。杀了他！杨凡，你又迟到了。不过呢，看在昨晚上是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哎，你和那小子有没有？要你管！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我知道，你从小和杨凡一块长大，
感情很深，这或许也是你不愿意嫁给吴子豪的原因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再出色的山村小子，那也比不上吴家的继承人呐。我这儿啊，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还该谢谢你了。但是我不需要，因为在我的心里，吴子豪没有一点可以与杨凡相提并论。看样子你也已经调查过杨凡，你也应该知道杨凡的脾气。你要是还不走的话，等他来了，小心他揍你。其实吴子豪啊，再说一遍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。要嫁的话，自己嫁。现在你可以走了吧？小柔，你别那么大火气。爸爸这次来，你不是我爸。好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次来是为了杨凡。你别再说杨凡打了吴子豪，那是因为吴子豪想要对我图谋不轨。大不了我和杨凡回村里就是了。不是吴子豪，是郑明德郑老的孙女儿郑傲琴。湘江的那位郑大师。没错，杨凡把郑傲琴弄成了傻子。什么？郑明德的怒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他的大弟子即将到达青州。四大宗师啊，也在来的路上。光靠咱们李家，那是站不住的。你只有跟我回去，并且同意嫁给吴子豪，这样李吴两家联手，才能救杨凡的命啊！晴晴很听话的。不要打晴晴，是我。师傅，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告诉我，杨凡在哪儿？杨凡在周家。让我去找他，带我去找他。你去也行，九龙回天阵必须有为师守着。你替为师到周家把龙信取来。金龙剑，你拿着。谢谢老师的信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李家那边已经传来话，江小柔已经点头。我和李青海将婚期定在明日，有了李家特殊的血缘，再拿来周家的龙气，我们吴家千年不倒。可是爸，现在周家对杨凡非常信任，你说他们会让慕容兄取龙气吗？你带着慕容归去便是，他们周家不会阻拦。哦，对了，你顺便把你和江小楼的婚帖带回去。行。已经布置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将龙脉斩尾的怒气转化成为无上的气运了。又可以目睹杨大师的风采了。先生，你要当心啊！小意思。住手！住手！吴子豪，我周家不欢迎你。周家欢不欢迎我无所谓，但是你们需要非常欢迎慕容兄。慕容归？没错，郑老的大弟子。爸，吴子豪和慕容归一起来，莫非是要对付先生？不急，郑老的大弟子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我来周家有2件事儿，一是帮周家斩除这么多年聚集的邪祟，2，为了他。我周家并无邪祟，你们呀，去回吧。周世奇，这就是你对慕容兄的态度吗？周叔，难道您也要将慕容兄拒之门外？周家的风水问题，杨大师已有办法处理。
杨大师是孟瑶的恩人，那就是我邹家的恩人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也要保护杨大师的周全。就你保得住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二位请吧。别急，还是等等再看看要不要舞会。好，是。周叔，现在可以让慕容兄清除邪祟了吧？请吧。爸，郑老的大弟子无偿为你们周家清除邪祟，你们不但不领情，还这样一副嘴脸，不得不惊动回乡养老的周家老太爷。嗨，难怪周老太爷以前说你们周家的后辈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。我操你！爸，真的是爷爷？老爷子发话，不敢不从。杨大师，他要是不怕遭反噬，那就让他斩。慕容兄会被反噬，乡野小儿，你说这话未免也会让人笑掉大牙。他手里拿的是金龙剑，风水纪年，无上至宝。金龙剑，爸，他手持金龙剑要斩杀杨大师的话，那我们拿什么挡啊？我这就叫人护送先生离开。先生，你必须得马上走。瞎担心，他虽然比那个半瓶子水的郑傲晴有点本事，但是他要斩龙脉怨灵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再说我接了周家这一单，半途离开，我不要脸了吗？慕容兄，你瞧他那张嘴，多该死！我先除邪祟，再斩你狗头！让开！小小的邪祟也能反噬我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周叔，你看看慕容兄的王霸之气，竟然相信一个香鱼匹夫。好一个神龙剑一出，神鬼退避。慕容归他是要成为郑明德的指定接班人了。杨大师他。慕容兄，慕容兄，哎呦，刚才谁说的王八之气啊？你们瞧一下，他现在趴在这儿，是不是就像个王八一样？果然是师承一人啊，和那个郑傲晴一样，喜欢表演吐血。哎，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呢？好你个杨凡，竟敢设下圈套陷害慕容兄，无耻至极！对，一定是你！先生明明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别血口喷人。要不是他不加暗哨，我持青龙剑，怎么可能被反噬，毁掉了我一身修为？你敢说你没有提前准备？没错啊！大家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我周家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？我要与您师傅断入一切关系，我要让你和你的周家一起毁灭！要不是我的提前布置压制了龙斩尾的怨气，你丢的可不是那点灵气了，而是神形俱灭啊！任你口若悬河，也难逃一死。此地龙脉属木，龙斩尾颠倒了阴阳，致使怨气汇聚，而怨气它也属木，你手持的金龙剑则是金属性。根据五行相克的道理，金克木，金龙剑正好克制此地的邪祟。你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以为你能逃脱得了吗？陈大师，是这样的。按理说，金龙剑的确可以起到克制的作用。这么来说，是杨先生之下的布置导致慕容归的反噬。先生有没有刻意针对慕容归？明明是他技不如人。明明是他自己弄巧成拙，
你们周家还替他说话。弄巧成拙的是他慕容归，属性相克是没错，但是一瓢水你想浇得了冲天大火吗？龙斩尾的怨气，以你那点能力还想收怨？你持着青龙剑，非但压不了怨，属性相克的原因反而激发了怨。想收怨，先安抚。的确是这个道理。不可能，土山精只有土属性的东西才能安抚，你拿的是木剑。谁说我要安抚了？我说的安抚是针对你这种没有能力的人，而我一力降十会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信口雌黄，龙气生怨，就算是我师傅，也不可能以力破之。哎，所以说嘛，看来你师傅也不咋地。你竟敢侮辱我师傅！龙兄，对不起了。波斯大，时来运转。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逆转斩龙尾的怨气，死也瞑目。陈大师，真的如杨大师所说，我周家要时来运转？何止时来运转，那是百年无忧。杨大师，请受我一拜。谢谢先生。哎，小事一桩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人能扭转龙威呢？一定是我幻觉了，是不是？冷静，冷静。事实证明，慕容归遭受反噬，与杨大师无任何关系。吴子豪，你们俩走吧。啊，我明日大婚，还请周家赏脸。大婚？啊，对了，你也需要拿一个，因为新娘是江小柔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配不上江小柔，现在我要娶她了，你心里怎么样啊？哦，对了，是她自愿嫁给我的。先生冷静啊！杨大师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看他跑那么快，像一条狗一样。小姨，我小姨呢？你小姨正在准备婚嫁，你应该为她开心才对啊！怎么如此愤怒？你逼她嫁给吴子豪，你有什么资格呀？是啊，我确实没事。她都要出嫁了，也不肯叫我一声爸爸。当年我和小柔母亲相识，并生下了小柔。可是李家的规矩，绝对不允许未婚生子。而那个时候啊，我正处在竞争李家继承人的关键时刻，所以你就无情的抛弃了他，是吗？但是自从我当上李家家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找他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我也终于找到了，而且啊，我还给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归宿。好归宿？你生而不养，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和希望，你却亲手把他推向深渊，你还是人吗？李家有一劫，而这个劫数要靠喜来冲。小柔和吴子豪结婚，李家上下都很爱，自然大家也会接受他。小柔和吴子豪结婚，那也是门当户对，何来深渊一说啊？还有一点你错了，不是我逼迫的，小柔她是自愿的。你说她是自愿？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跟你说这些啊，也是看在你外公把小柔抚养成人的份上。
我希望你离开青州，只要你肯离开，这1000万就是你的了。你要知道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1000万，只要你肯离开青州，这1000万就是你的了。拿着你的钱滚，把江小柔还给我。你不要钱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把江小柔还给我。你信不信？小柔她是自愿的，不可能。小姨，求你们放过姚凡，求你们了。小姨，姚凡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啊，小姨。姚凡，我好害怕。小姨，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吧？小姨，快过来，给我拧一下耳朵。为什么呀？我想拧嘛，行不行啊？你别走啊！我给你拧耳朵。一道彩虹。杨凡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老师听说了你能逆转龙威之后，说你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。老师还说了，既然与你这样的人交恶，那就必须斩草除根。所以，我今天带来了4大宗师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老师是谁吗？我老师是他。饶命！江小柔是被逼的。我父亲请镇老布置9楼混天阵，说是能让家族长盛千年。9楼混天阵最需要2样东西，一样是周家的龙气，另一样是李家的血脉血影。周家的龙气已经被你逆转成气域，周家人的性命可以代替龙气。还有，镇老骗了李星海，只要江小柔嫁入吴家，她的血就会被抽干放入香炉里，催动9楼混天阵。李星海告诉江小柔，只有李家和吴家联合起来才能帮你周全，所以江小柔便同意了婚事。是这样的呀。我全都告诉你了，你能饶我一命吗？再不去酒店，这吉时可就过了。宾客们也都等急了。爸，他们急不急无所谓，您可先别急啊。郑老亲自为小柔赐福，这需要时间啊！竟然是郑老赐福！哎呦，好好好，小柔的下半生可就幸福无忧了。杀了你，你会说自己幸福吗？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小柔不是让你回村吗？你怎么不听？快给我滚！我去，竟然还没死！杨攀，你干什么？快放个死号！你根本不配为神父。盛大师，可以开始了。多年准备，这一日终于到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可以叫吴子豪过来了。趁着血没有干，亲人马上拜堂，可以早见龙神。好，我这就
小爷，小柔，你龙神虽未苏醒，但已经嗅到了他的血迹，他那伤口就算缝合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九轮混天阵可以自行抽取血液。你们对小柔做了什么？当然是放血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娶江小柔？因为她的血能让我们吴家千年不衰。难道说于家劫那是个谎言？岳父大人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可惜太晚了。江小柔要死，你也要死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李家的财富就是我们吴家的了。哎呦，对不起小柔，我不配为人父啊！小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呀。没错，你们的家是地狱，确实可以一起回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要看着江小柔流干最后一滴血。这是吴家，你以为可以动我吗？四大宗师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无言，论无归，四大宗师早就下地狱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想他们，那我就放你下去跟他们决一人。哎呀，我错了。儿啊！哎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。伍子豪死了，没了新郎官，谁来拜天地唤醒龙神啊？四大宗师惨死他手，没有带周家人回来，这龙气怎么办？难道不错，金龙剑一直可以替代龙气。我只不过不想毁掉这件宝物罢了。放在阵眼上，让我琢磨一下，谁来当这个新郎官啊？除非我死，你休想动他们！小凡，你快走！哎，小姨，那个老头子让我给他当新郎官呢。哎，要是选你当这个新郎官，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呀。啊，可以吗？不但可以，似乎更好，因为他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个你听说过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那黄雀。我为你们吴家付出那么多，你杀我，你就无法遭天谴啊！你得了吧，你不还是想仗着吴家的财力和他的影响罢了？我要不提前动手，你肯定要先摘果子的。去死吧！哎，高粱狗的戏码我是最喜欢看了。别看，走，咱们走。走得了吗？走得了吗？你们两个还不赶紧给我拜天地，助我最后一步啊！好啊，我来了。好好，
不错不错，我马上就不是人了，我要得道升天了啊！你已经不是人，自不量力。我已经超脱凡俗，这为何？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为何呀？你就是个菜鸡。我不该是，不该是。我们回公司吧。回公司干嘛呀？赶紧回所里提亲去。老婆要是不同意呢？我同意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生10个8个孩子都给他养，我气不死他啊！杨凡啊！停！我错了，小子，算了。 어떻게 하는지 배운 적이 없어서